他引发了7位诸侯王的共同叛乱，他使分封制名存实亡，他使文景之治进一步发展，他为后来的汉匈战争奠定了坚固的基础，他就是七国之乱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公元前188年，汉景帝刘启继位后，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，御史大夫晁错开始与汉景帝谋划削藩。景帝2年，即公元前155年，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，再次上陈诸侯的罪过，请求削减封地，收回庞郡。景帝3年，即公元前154年，楚王来朝，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我太后服丧期间偷偷淫乱，请求诛杀他。汉景帝下诏赦免死罪，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。而2年前的赵王刘遂有罪后，也是削去其河间郡。胶西王刘骜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而削减其6个县。随后景帝又与群臣商议，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。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动，吴王刘濞担心削地没完没了，会逐渐失去手中的权力，就想进行谋反，便亲自去了胶西，与胶西王刘骜达成协议，如果造反成功，两人共分天下而治。刘骜随即同意谋反，并与他的兄弟齐国就地其他诸王相互约定起兵造反。吴王刘濞还同时派人前往楚、赵、淮南诸国，相互串通，共同起兵谋反。不久，汉景帝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、会稽郡，诏令传到吴国，吴王刘濞立即谋杀了吴国境内中央所任命布置的俸禄2000担以下官吏，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随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显、胶西王刘骜、胶东王刘雄渠等6王公开反叛。刘濞征募了封国内14岁以上、60岁以下全部男子入伍，聚众30余万人，又派人与匈奴、东越、闽越贵族勾结，以请诛晁错、以清君侧的名义向西进发，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吴楚7国之乱。汉景帝3年，即公元前154年正月，吴王刘濞起兵广陵，将粮仓放置在淮南的东阳，然后向西渡过淮河，与楚兵会合，并派遣间谍和多支小股军队深入西城地区活动。吴楚合并一处后，率叛军主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，胶西等国叛军则集中进攻齐王刘将吕据守的临淄，赵国则勾结匈奴联兵犯汉。由于刘濞早有预谋，所以7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。汉景帝闻知消息后，马上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。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，自己留守京城。曾经当过吴国丞相的袁昂向汉景帝献策，诛杀晁错，以满足叛军亲军侧的要求，换取他们的退兵。汉景帝采纳了袁昂的建议，封袁昂为太常，命令他秘密整治行装，出使吴国。袁昂献策10多天后，丞相陶钦、中尉陈嘉、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，建议将晁错满门抄斩。汉景帝批准了这道奏折，腰斩晁错于东市。但杀死晁错并没有让7国军队停下进攻的步伐，7国军队反而认为汉景帝软弱无能，不堪大用，于是刘濞自立为东帝，企图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，并且拒绝接见袁昂。汉景帝终于下定决心，决定派兵武力镇压叛乱，于是派太尉周亚夫率36位将军领兵抵御吴楚联军，派曲州侯利济领兵攻打赵国栾部，攻击齐地诸叛国，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，以监视齐赵的动向。吴楚联军向东进发后，到达梁国后，遭到汉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。吴楚联军合力攻城，攻下了梁国南面的击壁。梁王刘武急忙向朝廷请求支援。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兵锋正锐，正面决战恐难以取胜，便建议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，然后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，随后伺机击溃敌军。汉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，于是周亚夫便绕道进军，走蓝田出武关，迅速到达了洛阳。梁国被叛军轮番猛攻，梁王又向周亚夫求援，周亚夫却命令军队向东移动，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，坚守不出。梁王再次派人求援，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。最后梁王写信给汉景帝，汉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，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。梁王于是任命韩安国和张宇为将军，拼死抵抗，与吴楚联军僵持不下。由于梁国城池防守严密，吴军无法西进，转而奔向周亚夫的军队。周亚夫坚守壁垒，不肯与之交战，私底下却趁机部分兵马轻装南下，夺取了泗水入淮的要地，由此截断了叛军粮食运输道路。由于吴军乱粮，士兵饥饿，急于与汉军决战。
在几次挑衅未果后，吴军趁夜袭击周亚夫军营，先是佯攻东南面，周亚夫猜出吴军意图，于是命令加强大营西北面的防御力量。吴军果然从西北面强攻，未能攻破大营，随即吴军大败，士兵多半饿死或投降走散。周亚夫马上率军追击，大破吴楚联军。吴王与其麾下残部数千人趁夜逃走，渡过淮河逃至丹徒，退守东越，并派人召集残兵。汉廷随即派人以利益引诱东越，杀掉吴王。随后东越王借慰劳军队为名诱骗吴王，然后用兵器刺死吴王，将其首级献于汉朝。吴军溃败后，楚王刘戊自杀而死。在齐地，胶西王、胶东王、淄川王围攻齐鲁临淄，打了3个月没有打下，一直到汉军大将栾布率军到达齐都后，三王无奈，只得退兵回到封国。胶西王回国后认为大势已去，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，但他儿子刘德却坚持与汉军作战，如果失败了就逃到海上。胶西王没有听从儿子的意见，来到汉营请罪。韩颓当即斥责他阴谋叛乱，罪该万死，然后宣读诏书，胶西王自杀而死。随着胶西王的自杀，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。在赵地，郦继领兵进攻赵国，因为赵王刘遂不愿投降，在邯郸拼死抵抗，所以郦继久攻不下，陷入僵局。匈奴人得知吴楚兵败后，也不肯出兵相助。赵王刘遂已经是4面楚歌。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，与郦继在邯郸会师，两人商议后决定水淹邯郸城。随即邯郸城破，赵王刘遂自杀。西北王刘志虽然被迫参与叛乱，但是因为坚守不发兵，所以被汉景帝赦免。齐王刘江吕虽然也为朝廷守城有功，但是他曾经计划夺取地位，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，特别是在被围困时，又与胶西王等秘密联谋，因此不能被汉景帝所容忍，被迫自杀。至此，七国之乱以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而结束。这次叛乱从公元前154年正月开始，到3月即被平息，七王皆死。参加叛乱的七国，除保存楚国另立新王外，其余6国皆被废除。七国之乱平息后，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。汉景帝趁势收复各诸侯国的部分郡县，归朝廷所有，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权力，继续推行假仪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。先后分封了诸皇子为诸侯王，取消诸侯王任免、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利。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，而由皇帝任命官吏，改革诸侯国的官制，改丞相为相，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，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。规定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，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，只能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。至此，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，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。诸侯国虽仍然存在，但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，其实际地位已经与汉朝的郡县无异，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。平叛战争的胜利也使得中央集权进一步得以巩固，也使得西汉王朝的实力愈发强大。汉族人对匈奴的反攻也逐渐拉开了序幕，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。另一方面，也缓解了原诸侯王势力下百姓艰苦的生活，让文景之治的弊端真正的覆盖向全国，可以说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的雄风和多年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础。如果觉得视频不错，可以点赞、关注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